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轻轻的把它拉起来，左右，摇一下，舌头会断掉，摇一下，记得不急，来，动起来，有，起来吗？这个大粒的，哦，洗一下，哎，好香哦！夭寿啦，这真的是两个字，无敌啦！这里可以开箱的，可以。哎呦，烧成这样子啦，这么美啊！就为了几年？10年。单纯为了改善不要有烟排出来这件事情。对。竹盐它算是一种，对我来讲，它是一种生产工艺。这边呢，几乎很多地区全部都是养殖大宗啦。可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干嘛？就海产类、水产类的东西。对。啊，你不可能你怎么上到餐桌的？渔民嘛。对。但渔民中间其实有很多过程是一般观众可能不会知道，不同的分工是。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体验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应该说他们从水到陆地上就一定要靠他们。这么厉害？对，一定都是靠他们，而且他们是专门在做的叫网工，所以我们等下体验网工他们的工作的状况。对，其实我之前在很多去拍很多养殖水产的时候，是有稍微接触过，但因为我们去拍之后，它很多步骤我们其实没办法参与。哦，因为太多细节了。第一个很细节，真的很专业分工。第二个他们的默契已经很足了，你有时候进去真的就是当帮倒忙。然后再来，其实都有危险性。没错，来到西海岸，想吃到传奇等级的珍馐，当然得要寻求各路人马的加持和帮忙。毕竟出外靠朋友，要目睹这水池中的好货，出动网工大军就对了。陈哥，你好，已经开始在撒网了，是不是？对，现在就是要从后面把网子打开，全部把鱼牵进来。其实每一种鱼在抓的重点美感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这个呢？今天这个基本就是进来挑我们的板头上而已。所以这个算简单吗？这算简单啊，这算简单，就是在挑那个重量，要时间去学习而已。上回下面是都是款鱼，上回下面应该是龙胆会重。这不是啊，这不是龙胆，这是龙虎斑的。这龙虎斑。这个比较大只也会撞，但是没有龙胆那么危险。会到危险？龙胆撞了会晕的。你用了危险，骨头会断掉。那你有受伤过？一定是有的。真的。出来混都要还。是吧？我还是吃就好。谁能想到，不就是捞个鱼，还得面对骨折的风险？倒是看看网工大哥们个个老神在在，装备齐全，一到现场马上默契十足的展开作业。蛮紧张的，我是不应该紧张。为什么？我不知道水里的生物会不会感受到你的紧张？就像来宾的我一样。哦呦，有感觉到对吧？对呀。再没有人来。你在走的时候，下面都会这样咚，咚一下。好笑哦。还蛮温柔的啊，他们。现在因为它还有位置，现在就是把那个我们网子下面有那个铅块，要把它勾进来。有踩到吗？踩到有，来，勾一下。哦，有。把它勾出来。就是一条铅。所以你就对。这样我们网子才会打开，我们才会在里面。因为它等于是上面有皮球啊，下面是铅固定，压在底部。往里面收。
哦，我现在脚，等一下，有没有？脚其实是一直勾着这个，就一直把它往里面拉嘛，对不对？勾进来就好。所以其实脚很冷啊，对，下面好像没事，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走来走去，对，但实际上脚一直在勾，跟鸭子在游水一样。给它把它固定好。对，你是直接网子中间就给它吐进去，没有，不能插到网子。那你这样怎么知道没插到网子？用脚踢啊，我把网子拨开。哇，你们的脚跟眼睛一样哎。没错，我没想到我们光的脚不错。搞翻了。我也循环了，造出来。出来，出来，电个出来。你俩给啦。这样可以吗？可以。不要抽出来就好。这要用蛮力。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了。你看这点毛，带点轮流，这个下面会破掉，下面会破掉。大哥，你不要吓我们啦！捞鱼捞到淡淡的哀伤哦，真的是让一般人无法想象呢。只是说也奇怪，池里的龙虎斑怎么越看越不一样啊？现在可以看，哇，好白哦！好，你们冷静，你们冷静。快跑，快跑！哦，陈哥，你们平常就这样在挑鱼哦？这样来看得到啊。哦。这个白的哈，很美耶，真的很漂亮。第一次看到这样很白的，这尾大概10斤有。好痛哦！为什么你把它玩的好像小孩子一样？比较温柔啦，温柔了对它，温柔非常好一点。这大概都是顺顺这样玩它而已，对啊，而且一捞游出去，把它就捞回来了，跟小孩一样。干什么？不想给拍你说。还念给你。好，教我怎么说？好来，从下面。但要多大的？这种就太大了，太小。这种小的那个完全是太小。好低啊！滑了，下面这样伸头。这个是要还是不要？不要，太小。对，这样还太小。太小。放放掉喽。哎，我放掉喽。好，我捞起来放掉喽。可以啊，这不要。对吧？我们每一只是要的吧？你一扶它走，它就乖了。拿起来已经很厚重啊。这个超过6，这个就超过6斤了。好，来，这样。那拿起来感觉已经到8、9斤的那种，哇，这么重啊！对啊。原来这些都是拥有特别体色的龙虎斑，其中色泽纯白者更被称为白玉龙虎斑，是当地老饕的最爱，更有人指明非白玉不吃哦。其实鱼现在已经感觉到很紧张哦，但是你看它浮每一次的时候，它只要一浮起来，鱼还是这样，就跟小孩子一样，就躺着不动。那个，因为我刚才抓的时候，我直接大力，我还有要用力抓住，我不行它，对啊，然后就变成一直爽，对，就真的要很温柔，对，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恶！大哥他们都很习惯，没有在看他们在擦眼睛。没有啊，不要擦，不要讲擦眼睛，他们连
水这样喷的时候，我看那个像全哥他都没有一直这样眨眼睛或这样，他都没有。这减水呢？对啊，这样多重。头要歪哦，筒子歪就好，头不要歪啊。你要看前面才知道装多少。哦，好，要抓大概多少才算？哪里？下面就算。要抓到多少？8成。8成。啊，你两句都没听啊？没有。然后灌洗啊。台湾的营养水都是我们在弄的。你们这样一天最多可以要跑几场？最高纪录差不多3万斤。3万斤啊！挑3万斤啊！要求。好累啊！没有，主要是他们可以那样。我光是眼睛这样都没有办法看到了，我没办法工作。但他们真的好快，而且好准。对，你眼睛红的。因为刚才直接打进去，上来都是直接往那边丢。因为毕竟我站第一线啦。哦，好棒哦！可恶！不要挡人家工作。啊呵啊，一直搞我绕亏呢！你到底是好友还是损友啊？待会我辛苦瞧到的白玉全餐哈，一口你都不准给我吃。这一桌算是白玉宴，白玉宴，就白玉龙骨。哦，没错，听起来是不是蛮符合这个高级感？对，蛮有皇室的感觉。对，我们吃了白玉宴，然后我们这个帅哥算是小老板啊，对，他是负责整个料理的，那就先下补喽。汤底是什么？鱼的骨头，下去熬的，对，很弹呢。对，不能烫太久。这个大概是鱼的白玉的哪个位置？就它背肉，它的背肉，因为它的肉质的软硬啊，其实跟它切肉片的薄厚度也是有差。你切厚一点，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酱烧黑胡椒，对，黑胡椒酱，这个就厚切了。对，这个就真的是厚了。对，这个是鱼肉吗？对啊，内外不一样的感觉。这是鱼肉吗？你没有乱放其他东西进来吗？这个不能让它烤太熟，其实它是有点半生熟，所以你们感觉你吃到里面最后是嫩的，但它里面已经熟了，你看是白的哦。但是我为什么刚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在咬干贝。哦，你想的是干贝？对，我想的是鸡腿肉，主要是那个嚼劲跟口感。但是我觉得那个香味又是鱼。而且我觉得黑胡椒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再点一下而已，就那种胡椒有点刺，对，它有点刺的胡椒味在那边，它就刺你一下之后，那个鱼就会跑出来，它刺一下鱼又跑出来。我刚才看到这个时候内心还有点生气，想说你这样子不就浪费了这个鱼的味道了吗？哦，真的，那你为什么不敢骂出来？因为我吃完之后觉得他真的知道怎么珍惜这个鱼肉。你笑屁啊！这个是粤式的，对不对？它里面这么厚的块子，你那是凤梨吗？是不是？小块。那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花生，对不对？花生粉。我觉得那个花生的油脂跟那个鱼啊，合得很好。而且对我来说，这种，因为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summer roll， 就是春卷，是夏天。然后它吃起来超有夏天感。这桌到目前为止非常惊艳，就是把那个白玉石斑弄到，就都不是传统想象的那个鱼。到目前每一道菜都是主打的，对吧？接下来这一道北菜肉，对，上面这个菜是我们传统的这平菜，它这应该算是酸菜类的，对，是酸菜类。这是鱼头嘛？对，是这个是鱼皮。哇，这个胶质很凶哎，像不像那个猪皮？哇，这个如果家里有人、有朋友或者是长辈喜欢撑皮桃，吃这个会超级开心哎，因为我自己觉得鱼头很容易让我自己觉得，因为它相对油脂还有就是所有的皮啊什么的都比较厚实，所以平菜让它就算很多脂肪的感觉，但不会有腻口。会继续想吃下一块，对。不得不佩服咱们大厨的手艺，这一桌白玉宴的料理手法
创意巧思绝对不在话下，而且最后还有惊喜彩蛋。哦，这个彩蛋厉害哦！你说这个白饭是彩蛋？它是白玉。哦，你说这个白长得像白饭的白玉是彩蛋？对，这是你跟爸爸用手捏那个。因为我没吃过白饭。哦，他是要用这个啦。对，煮粥啊。对，等汤滚点再淋蛋液一下。加粥很感，就是你对这个汤底熬得很有信心。对，因为它的汤底这样熬下来，等一下你们才会很鲜甜。哦，蛮有自信的。对。你看我们有多 respect 这一桌，对，我们站起来，我们仿佛快要鞠躬的感觉。它汤这个汤真的不得了。我刚才在想，就是这种好像又很有油脂的香气，还有口感的汤啊，柔顺，然后喝进去嘴巴里面感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像是在你的口腔里面涂了让你就很高级的那种乳液。就你有种口腔被包覆的感觉。没想到白玉龙虎斑口味独特出众，也难怪是老饕们的口袋名单。倒是另一种隐藏版的传奇滋味，只有跟着专家的脚步来到潮间带，才能一窥他们的真面目。看这个有这些学习，知道应该是要挖10颗吗？有。鹅吗？好安静，不理我。这个不是。鹅啊！这鹅啊！也像鹅啊，这是细粒的。对啊，你拢会发啦。你看，就这个鹅啊，大颗就变成就是那种小生蚝，有没有？哦，这是小时候。到处都有哎。所以你现在挖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鹅，不是这个生蚝。西施蛇，我要抓西施蛇。啊？哦。用啊那个这边有西施蛇，用哦呀！我听过的名字，但你现在一下问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对啊，它是藏在这么深的地方，是不是？这是它的洞，你有看伊哪一个？这种是它的洞，这就是个呼吸管。这里也是。看后面这个看不出来呢。你看一个坑一个坑嘛。有无？但是这看坑看出来内面密啥？无一定。大概啦，你也像这种小孔啊，拢差不多西施蛇了。哦，所以你是看孔的大小，是判断它里面可能有。它一个孔就是西施蛇，如果2个孔就是那个蛤蟆。它如果3个，不可能。但是西施蛇的米较轻啦，伊的米较轻啦。有，你看，这个是啊。这不是9孔吗？这看起来乌色。那是西施蛇。这西施蛇。哦，这还较大咧。说到西施蛇，相信很多人都只是听过，却不见得看过或吃过。主要是因为野生的西施蛇捕捉不易，市场上并不普遍。我这该问过，我等下学看卖。这东西有没有？你看，这啥？这啊，大坑的呢？我是要看大坑的。哦，这个坑盖多呢。西施蛇的洞都比较大，是不是？它比较深，也较轻淡薄。那如果像那个什么，那个象拔蚌那种会更深，更大。那个超过一个人。哇，超过一个人。我们现在已经有2颗了。好，眼子还有1颗。你有吃过西施蛇吗？没有，完全不知道。我也没吃过西施蛇。这你惊到。因为小时候它是因为看起来很像舌头。看起来像西施的舌头，你有吃过西施的舌头？我好像没那么老。感觉是像，哦，这个也可以，感觉像美女的舌头。应该是里面吧，就你吃的时候会有一种在亲嘴的感觉。他会跟你拿西施啊，好恶心哦。对，比较难吃的就会是东施。啊，你聊无？聊无？哎，你现在聊啥？你聊啥？你聊哦，西施蛇，对不对？聊，我讲车水啊，我讲是塞多记，嘿，啊嘞，哇，多呢，还有跑出来，有没有？较大粒呢，比较大的，我怕拿起来它就缩进去了。哎呀，看出来吗？缩进去了。
底家。我来呢，对不？无啊，吼。啊，刚才那个很大颗，我拿一颗大颗。我较久长来。你长我家今嘛在我家？有啦，2点。哦，2点来。嘿啦。大一颗哦。啊，你不理它，你看它那颗有没有这个？这个它自己就爬出来，很像瓜牛的样子。哦，啊，恁来录影场煞要学因啦。哎呐，啊，那你哪会知这边有这？你哪会在家？哎，你哪会知这边有？啊，阮这人，我海地人啊。哦，懂啊。所以看到怎样都有。啊，有啊，啊，阮出世就伫这啊，阮拢伫遐边仔出世的。啊，无法度，啊，就是加减啊学，啊，加减啊。赚一寡零用钱呐，所以啊。啊，要零用钱无啊啦，即嘛无啊啦，这做零配啦。姐啊，你先学，阮边仔看，阮边仔嘛学有啊。哦，你若学有啊，啊，你细粒唔好扣呢哈。我把你扣细粒的咧。嘿。你刚刚扣大粒的。对啦。蹦大呢？哈。我拢扣一蒙大的。啊哈，啊，像我这呢哈。哎呦，哎呦。啊，细粒袂好多啦哈。有啦，我知啦，我把你讲，我把你。哇，你看当地人其实他们对，因为环保育啊什么。我住南边啊，我嘛住南边的。大家呢？有吗？有吗？有小钢鱼摸我的食指，食指啦，食指啦，食指，这边是食指吧？哎，往下，往的食指往下有没有一块东西？它是松软的，好不好？慢慢拉，它有舌头，有记，你别再大力，你要安尼无？安尼轻轻的把它拉起来，左右，嘿，摇一下，舌头摇一下，摇一下，嘿。真的很快就开了。对啊，蛤蜊都还要比较久。我是看大力的，你看伊在内底有。这可以开箱对不对？可以。哎呦，烧成这样子啦，这么美啊！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轻轻的把它拉起来，左右，嘿，摇一下，舌头断掉，摇一下，嘿。有姐。记别，起来啦，动起来。拜了，有了。起来吗？这个大粒的。好不？洗一下。什么颜色？你去把它搓掉，把它吐出来。颜色。我这比较清楚。对。哎呀，紫，他们说紫，对。然后刚才我这样拉起来的，然后你可以感觉到这边舌头它跑出来。没有，它就是在底部的时候，它舌头你拉的时候，轻轻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力，就它可能在抓着土。吸着。对，但你拉到一个程度，你就会知道，它松，它可能缩进去了，就整个可以这样拉出来。3颗。这两粒一粒边仔就是规个拢死。哦，它是整群的。拢赶快。它死。摸外指。摸你的食指。让上耳变掉，让上耳。食指。往下有一个顶的无？有恋爱的感觉。这个左右摇。有无？有。那就是啊。我这边捡到一个。对吧？你先想到了，伊的指搁伫头内底。哦。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吸住的感觉？然后就这样摇。啊，你想到了伊的指灯呢？哇！啊，我就说要轻轻的。哇！我觉得吸管。它的那个吐出来那个管。哇，排气管，规个边拢是啊，你看，这嘛是，这边断掉。哦，今天呢也可以调呢。规个边拢是啊，这有诶落伫边啊无扣着。你看这个是啊，规个拢是。这个哦，这个大哦。这大包背就撇啦对吧？这唔知这咁好食？呢，听过，好哦，后面我冇食过呢，你等下客我食看卖好无？开钱，不会啦。他吃很多。我是在装水了啦。无啊，你生九头，懵无啦，今天我全部都抓到的，全部捞起来都没有啊，都石头啊。你门外食指差不多也跟住门外食指，你不一定，你食指啦，食指，对不对？往下，有无一个顶顶的无？有无？就是这个就是一只手。哎，有一点在。我摸的，我摸到一个，对，差不多那个深度，你要控制那个。我有了，当然。怎么会知道？
这是要靠感觉啊，这不能用看啊。你就那个手指头，它就在那个深度啊，这边很多了。啊，袂是规个，你看规个坑拢是，加个愈济，你看。我挂不。没有，我发现它，你要手指头这样子下去钻，这样去摸。无你看哦，小区域的哦。对啊。你看片有啊，你地要起起来哦。哎，边个？你边个一粒呢？对不对？真的？你真的会抓嘞！当然。我都会很小心的摸，然后才发现它是石头。好挫折哦！然后自己开发一些地方，新的点，对不对？那你会看那个洞吗？马哥刚不是说这里都是，所以开发一些自己的案子，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你挖随便可以挖，但是你摸不摸到，你能不能感受到它的位置所在，然后把它弄起来，这好像。是吗？没有，到底。有啦。哎呦，是哦，终于。这种办的差不多80个啦，我你讲的80个啦。80个是什么意思？一斤80块啊。一斤80块，这个没有很贵呢。没有。一斤80块，但这个算好获得。但现在市面上也但是你很少看到。看你遐济无，伊随时拢会死。为什么？野生的物件就是安尼啊。随时。它不是有季节，或是你要是不理它，伊随时有当时化死的都无都会死。鹅啊嘛是啊。那是温度啊，是海水温度？是大自然的害的关系。哦，人工节人化死的大概都会死，都无都会死。就它得附近这一批都会一起死。所以像话，总统1、2、3、4。哇，哎，你去看东生就过了呢。这一小洞就挖这么多个。你看这个地区已经这样，其他地区也有更多啊。这样有没有80块了？变免100啊，对不？这样还不到1斤哦。你要看爱100啊不得了，真的，就是别人无法度搞那种。据说这种贝类属于紫云蛤科，因为有一节会吐出来的白肉，就像古代美人西施的舌头一样洁白纯净，才会有这样的称号。哦，哇！哎，好香哦！已经闻到香味了，对不对？爆香的味道。我的妈呀，这个你较薄啦，好享受。多花加热伊就开开啊。真的很快就开了。对啊，蛤蜊都还要比较久。这你是看大条的，你在看伊内底有。OK， 谢啦。安尼？不，1分钟就好。就定了呢。会使食，一定要食，看小食。其实你可以，你现在这样，你在那剩。你看它外面小小的，里面的肉很厚哎，丰满。对啊，很厚哎。有小可咸，你多回来。它本身海水咸味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伊是肉是甜的，系啊，是甜的嘞，咸甜啊。阿妈无讲。而且它的肉越咬越甜，然后你不觉得你这样慢慢咬，我刚才这样慢慢咬，我想说至少里面应该会有1、2颗小沙子吧？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很夸张。食伊这个啥呼吸管，你有感觉足 Q 无？上面，嘿，迄2个呼吸管出来的那个，你慢慢的剥。这一点就刷出来，这整个就对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我靠无啦。Q 弹的肉质搭配淡淡的海水咸味，鲜香四溢，就像一次吃进10颗蛤蜊般浓郁啊！也难怪很多人吃过西施舌就再也回不去了。而且没想到咱们的英哥竟然也有彩蛋上桌，这个是也是。也是在大鹏湾抓的，我那样直接卡的。哦，你看人无人的时，我就去卡。咱们在食饭，我就要用这啊。我伫在外口的，无可能的揪，无可能的揪。食着你就感觉，真正袂揪。我是有蒸过，但是无可能啊，因为揪。免用蒸啊，你就算你煮汤就好啊。煮汤就带点料，一大袋啊，放就剩这样子，一点点。刚好人骗的。你拢无得揪呢？这个有腌过吗？这个在吃。就香的呢。那个讲。阿顺带好椒盐甲起来。哇。
哎，它真的一颗都没有揪伊袂起来。揪啦，我看白白就是白白的。对啊，偌大粒就是偌大粒。看这一颗就知道，到现在我一直在盯着这一颗，动都不动啊这2颗。你看这2粒就是对啊大粒。，都完全没揪起来。无可能，你也在那这样煎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变安尼。好香哦，是脆脆的。在休息，差不多5分。 5分，底下这样，进来，差不多进来。我先拼给。那个光是煎那个味道就很香了。对啊，脆恰起来耶。都在煮的。哇，哇，很实呢。是不是无敌？哎呀，夭寿啦，这真的是2个字，无敌啦，我这好好吃哦，很好吃呢。弄成调味料不办啊。这个太夸张了。就我第一次吃鹅啊，感觉在吃给胡啦，对不对？对，就实在的那种。我这个烤台湾秘鲁，扎实。是不是无敌？你餐厅无里面扎实北部的餐厅。不会是那种碎啊，有没有？完整的。比较扯的是，刚才英哥只有用油而已，油完这个就丢下去了，一点胡椒，上面刚才撒一点点白胡椒，然后上面皮就有点煎焦香这样。脆脆啊呢。是咪拢袂揪？哎呀，完全无咧 Q 呢。我以后拢不爱食鹅啊，拢来这吃。我觉得关起门。夸张了。哦，可能吃它吃到一直皱眉头。我之前吃的到底是什么？水。带鹅啊味的水，鹅啊嘴，鹅啊嘴。深度旅行就是这么幸福，吃到的、看到的，绝对都是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在地惊喜。就连再日常不过的调味料也别具特色。今天我不太懂为什么叫我拿这个。没有，因为竹子其实大家应该算是熟悉啦，都一定看过啊。很多功能啊，竹子非常好用。举个例子来说，炒肉丝。竹笋，那是竹笋。哦，对不起。对，竹子的功用，尤其香港，其实他们的那些鹰架都是用竹子，因为它有弹性。对啊，对。其实传统鹰架，台湾传统鹰架还有竹筏啊，对，拿来做竹子啊。还有什么养熊猫？哦，那不一样吧？这一竹的功用啊。哦，给他们吃。对啊，还有拍电影，《卧虎藏龙》有没有？哦，决斗都一定要竹林。竹子的用途，相信不必我们多说，但却有人千里迢迢从南投深山将竹子运到西海岸，这样山与海的结合，究竟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就这样那样火拌子，没有，就采节目。哦，一节这个就是拿来做竹筒饭的啦。刚才猜了半天，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嘛。没有，谢谢大哥。这么，那我走。最传统的是要慢慢把它敲碎。那为什么要敲？因为敲成这样子啦。对，你们这样子烧几次啊？这支是烧3次。那正常我们就是烤了1次之后，把它敲碎，然后再塞到竹筒里面去对。那烤了3次之后啊，我们还是要把它敲碎，因为我们准备要卖。哦。要变成品。这个研发也太难获得了。对啊。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竹盐，对，竹子做的盐巴。盐巴，竹子做的盐巴。对，咸咸的那个。你说把它做成盐巴？对，没有，它是装盐巴的容器。竹盐我们简称烧盐，或是烧过的盐巴。是不是每个字你都知道？对，我慢慢懂你的意思了。到底在讲什么？对，你要变成竹盐的时候，就变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它是做烧盐，它是用纸包。那后面我们会用竹子，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在做那个竹材加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竹子。那我们想说，那竹子的产业慢慢没落了，我们想说增加一个新的那个方式，或者竹子的再利用。我们在原本的烧盐的方式，把它放到竹筒里面。那台湾贵竹啊，它的碱性。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会比一般的竹种还来得高。对，我们试过很多次才发现说，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对，那我们在把盐巴塞到竹筒里面去做烧制的时候啊，我们烧了1次跟3次，我们去做分析的时候，它的碱性和抗氧化性的含量完全都不一样。这个竹子的宽度或什么有差吗？有，台湾贵竹要长到这么粗的，其实海拔要蛮高的，大概1200、1500以上。日式烧肉店，他就用我们的竹盐去当它的烧肉用的。撒在那个肉片上面。他说吃起来会有像在喝牛肉汤的感觉。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啦？听老板说，西海岸的鹿港曾是台湾的6大盐场之一，因此老一辈的人皆有烧盐的习惯。为了延续传统，也让烧盐符合现代人的使用方式，进而有了竹盐的产生。这个是什么盐啊？这是粗盐，这是海盐。我们之前有找过台湾的，那其实以台湾的盐现在已经很少在生产了。其实现在我们在买的海盐，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那这是哪里的？在澳洲。澳洲啊，澳洲日晒盐。你买到这么远去干嘛？原来很多。原来这个盐巴也是贵盐水。对。为什么特别选澳洲的海盐？因为其实像这样的海盐啊，是单纯的，就只有经过晒干的。它没有任何处理啦。那这样的盐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矿物质含量会最多。是要塞多少？塞几分满？直接塞。塞到满为止。我觉得我手法已经快像那个做10几20年的对阿嬷了，好棒哦！才花几分钟就变成10几20年的阿嬷，就我自己讲。李总对阿嬷叫喝者，还好阿嬷不在，走过来扒我。恁做嘛吃的盐，比你吃的饭更加多。你看现在比较湿嘛，对，等一下倒出来它就比较干。这个就是还完全没有加水的。对，所以你看两者是会有一点差异性。哦，就粉比较干啦，对，比较干。你拿一坨干的，好，我这坨是湿的。就很明显了，有没有？它这个干，这个就是刨冰啊，这个就是雪花的概念。对，讲得真好。像这样我们就是还要再加一点水，所以这个还不能塞下去。因为你没有加水的时候，它到时候不会产生整块的甜机。我们装填完再烧制嘛，对，其实我们是慢慢升温，水分呢，它大概是在100度 C 左右，它会开始气化嘛。对啊，就是会滚的过程当中啊，盐体跟竹子它就会产生。这些矿物质它就会释出来，对，那释出来之后，它就慢慢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拿出来的盐柱啊，它的竹膜才会跟盐巴紧实。这会，从刚才大哥叫我们塞盐巴塞到现在，塞了一阵子，终于塞到这里。我想问大哥的是，为什么要用人力塞？因为它需要塞到紧实。那其实因为你看哦，竹子的孔径都不一致哦，你没有办法设计压的那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竹子的长度也不一致，对，所以你很难就是一个定量进去就是可以完整的处理。一样的竹子，它高度不一样，它不能切一样高吗？你这样不是烧也很难？因为竹节不一定会一样。对啊，你切一样可以切一样高，但是产生的问题就是，你看整个都已经全脆化了。烧制完之后，它的温度蛮高的，所以它的结晶度很高，所以它敲起来会有像是金属的声音。1、2、3，真的，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所以说产生的问题就是它会浪费，比如说我切这么高的时候，这边就浪费掉。哦。在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烟，它会有烟害的问题。我们就花了10年，就在改善这个问题。就为了几年？10年。单纯为了改善不要有烟排出来这件事情。对。它实用性跟料理是可行的话，它的量会很大。对。因为它是民生用。所以它的污染环境的状况就更严重。对，那如果说你要量产的话，它一定会产生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花了很长时间在做这个问题。真的有这种概念的，在做这种事情的超级少的，而且愿意做，重点是愿意花钱花时间去做。不管是竹子或是盐巴，这种其实都已经算台湾比较夕阳的产业。对啊，然后你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然后为了环保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厉害。不得不佩服老板的巧思，借由传统与创新的结合，透过高温火焰的淬炼，将山上的竹子与海中的盐巴完美结合。虽然讲起来只有3言2语，却是花了他10年的心血累积而成。这可以开箱对不对？可以。哎呦，烧成这样子啦，这么美啊！然后你看到外面就是有一点比较光亮，这个啊，就是其实竹子那个内膜，它会吸在盐上面。其实我们在做的是有点类似焖烧的盐，那传统的烧盐方式，我们通常是做，他们是用纸包起来，对，是丢在传统大灶里面去烧，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塞到竹筒里面，那后面我们用这种微进气方式来烧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竹子的膜它可以完整的保留在，所以你们是主上要这个膜的，对，后面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烧制方式啊，它的那个竹盐的水溶性矿物质含量会更高，盐因为经过800度烧制嘛，对，所以我们吃的就是它的矿物质，你看。
整个都已经脆化了全脆化了。烧制完之后，它的温度蛮高的，所以它的结晶度很高，所以它敲起来会有像是金属的声音。1、2、3。真的耶，盘子的声音，哎，这个可以拿来当道具，就拿砸地拍戏的时候，对不对？用那个声音，不然每次都砸得很小力这样。应该说精炼化，结晶它真的很脆，真的很脆啊，就像虾饼的感觉。对，这样其实这样整只就完整了。所以等下敲碎不用再什么脱色什么，不用，就是这样子。对，它就黑黑的竹炭盐，对，因为它比我想象中的黑蛮多的。你接下来，你今年就是靠这一支你的盐分，咸咸的。我是舔这边，你可以舔看。真的假的？我跟你讲，这个盐巴，我刚才还想说会超咸，哦，好香哦。完全，我刚才这样，我直接填盐巴，我这样没有那个咸味耶，对，它是甘甜味。当然你说它的咸度比较很低耶，为什么？因为它海盐本来很咸的，因为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其实它的有一些物质它已经被改变，也蛮好吃的。对啊，然后它好吃哎。对，我们这你是在尝嘛？哎，你今年就是靠这次，你干嘛学我讲？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带那个温泉的味道，它的钠含量只有今年的1/3。哦，真的？对，哦，真的是因为烧制的关系健康的。因为第一个，因为海盐的矿物质本来就是钠含量本来就比较低一点。看起来欧金的竹盐完全颠覆一般人对盐巴的想象，也因为烧制的次数不同而有不一样的用途。最传统的是要慢慢把它敲碎。那为什么要敲？因为敲成这样子啦。对，因为它需要把它敲碎之后，才把它再装到新的竹筒里面去烧。这个是已经烤了3次，还要再装到竹筒里面烧。你们这样子烧几次啊？这支是烧3次的。它烤越多次的时候啊，竹盐里面的碱性跟抗氧化性会比较高。然后它的矿物质、它的精炼度也会比较高。韩国他们在做这种竹盐啊，它烤到9次才会有。为什么？它是因为那个窑具它没办法均温。韩国的竹盐啊，他们会比较偏白色，他们是用火直接把竹子烧掉，所以它里面那个膜不会留在盐里面，不会像这样扒在上面。对，所以它是很黑的，以前在敲的时候啊，就是它的那个因为它要稳定，对，所以变成是要可能一炉我们起来100公斤，可能要敲2天。几个人敲？2个人敲？一个人大概敲2天，在100公斤。与其说这是盐巴，还不如说是工艺品。透过老板不断研究改良，赋予传统产业1+1大于2的新生命。哇，很细呢，是不是很像芝麻糊吧？怎么变灰色？刚才很黑啊。对，因为它磨的时候，它其实它会有，我们在讲就是那个折射角度的关系，所以跟我想象中的竹炭盐又不一样。它有一点类似，但是他们在做竹炭盐这种方式啊，它是用竹炭粉对跟海水混合，然后在干燥之后，它没有经过烧制的动作。矿物质是不是这样烧进去含在里面的？所以因为变得很细，所以我们刚才吃那个黑黑的那个时候，现在那个香气更明显。尾韵的甜蛮强。没错，就是后来那个从喉咙那样喷出来的那种甜味。哎，大哥，变脏了。对，我们讲传统在讲的胡啊水，收家就是安尼。很像呢。对。哎，他刚进第一口，你知道我想到什么？请说，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我想到的是水煮蛋。哦，我想到是温泉蛋。对，就是蛋进去的有一个蛋的，我们会喜欢吃蛋，会说蛋的香味。我觉得这个会刷嘴，因为平常喝水会觉得有点就是没有味道。对，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喝，这个真的一直喝不会怎么样。它没关系，因为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所以它不会喝太多，变成就是舌头很咸的那种，或者下不下？你放心。你看这里面，刚才有没有很眼熟？这是竹炭。这个是什么肉？这个是和牛。和牛。对。网络版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真的假的？哦，这里香，我跟你讲，我以前在烧肉，哇，瞬间收起来了。翻面，不要浪费。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喝，因为和牛虽然贵，但是我觉得它油脂太多。但这个盐呐，加进去那个刚才吃到那种油的感觉，对，它会收掉，对，很舒服的感觉。竹盐
盐它算是一种，对我来讲，它是一种生产工艺。它有点类似酱油，它会因为烧制的关系，对，然后在它的温度，然后我们装填的方式，然后传出来的品质就不一样。看到这么繁琐跟复杂的这些过程，都是为了你原本想要追求的理念。然后到最后吃到这块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做出来的这些盐啊，其实只是肉的配角，只是要让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就很好的东西跟食材被大家可以更直接的享受到。对，就反而并不是要来抢，对啊，让我们更可以享受到真的好的东西。对啊，不得了，最原始的味道。从来没想过一趟西海岸的旅程能让我和尚和体验到完全颠覆想象的海鲜文化。不管是养殖产业中令人敬佩的拼斗精神，在地人取所当取保护环境的意识，或是结合山与海浑然天成的创意主演，只要用心体会，处处都是值得玩味的惊喜。